你说自己意志力很强，面对任何诱惑不为所动。双11购物节来了，你会进行自我管控。朋友揪你吃下午茶，你会说你在控制体重。阿迪达斯鞋店正在促销，你头也不回直接路过。心理学家给了这个现象一个名词，叫做没钱。大家好，我是阿令，这里是淑女养成记。刚刚那个只是笑话，不要当真。不过要是你有钱，你不追求口腹之欲，也不堆砌虚荣的外在，我们的确会说你很有意志力，你很自律。我们都知道延迟享乐比较容易取得想要的理想，在这个推进的过程，我们需要意志力来把控。但你知道吗？有一句名言是这样的：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这是真的。意志力的确是有限的资源，用光就没了。如果你看完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，然后叫你用意志力忍住不能哭，你走出电影院后，你会发现自己好像比较需要放纵，放下一些平常的自律跟坚持，因为上一秒你已经把意志力用在压抑情绪了。再来，意志力跟体内的葡萄糖有关。当你体内没有葡萄糖的时候，意志力会变得很低下。所以在连续加班后，有时你会忽然很想吃 Mr. Donut， 因为你需要补充葡萄糖能量。简单来说，意志力我们可以想象是手机的电量，你没有适时充电，或是拿去做什么大量耗电的工作，你就会没电。当你意志力没电的时候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你的情绪起伏会变得比较大，变得很容易开心，也很容易悲伤，甚至很容易愤怒。冰水喝起来变得更冰，甚至简单的决策也会变得优柔寡断。你觉得自己似乎变得比平常更敏感，但不是因为你是什么高敏感人或共感人，而是你现在的大脑少了意志力，让你的感受更加放大。当你的感受更放大，也代表欲望会变得更强烈，你也会更渴望一些容易上瘾的东西。所以我们就会知道，你原本立下节食的目标，想用意志力执行这个计划，但忍到最后，意志力通常会没电，所以你会放纵自己，忍不住嗑了一桶胖老爹。刚刚说的意志力还有一种情况会耗损，就是当你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。如果你是潇洒哥，你应该不会有这个困扰，但如果你有选择困难症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：当你不知道要买这件北脸的橘色外套，还是那件 Uniqlo 的蓝色外套，或者是干脆回家先上网购看一看，再决定要不要买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有一个亲切的店员走过来，你可能会二话不说听从他的建议，不管这件外套有没有符合你的需求，但因为他帮你做决定了，解救了你必须用意志力做决定的困境，所以你会在这个时候做出冲动而且短视近利的决定。另外一种情况是在意志力耗损的时候，我们容易做出过于保守的决定。曾经有研究指出，吃完点心心满意足的法官会变得比较佛心，这个时候获得假释的罪犯比例会高达60%。因为审判是一种决策，是一个耗损葡萄糖跟意志力的工作，但被安排在法官吃点心之前时段进行审判的罪犯就哭哭了，他们的假释几率最低只有 15%。因为在人没有精力做决策的时候，通常会选择拖延决定，选择维持现状，所以这个时候拒绝假释也是最简单、最能够保留余地的做法。回到我们的生活，就像是当你在选择哪一个投资理财工具比较好的时候，不知不觉你已经耗损你太多的意志力了，所以想了想，干脆都把钱放在定存，不做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。但我们以为这是保持未来还可以选择的自由，其实长期下来只会付出不少的代价。总而言之，当我们感受到自己属于意志力耗损的状态时，要小心地做出你的决策，因为这个时候视野会变得比较片面。刚刚说的是意志力耗损的负面情况，回到生活，意志力的好处在哪里呢？实验证明，意志力充足的人看到的视野会比较长远，也就是更重视长期的目标。国外有一个针对高中生的研究是这样的，学生分为2组，一组是比较关注长期目标的学生，和另外一组注重短期报酬的学生。在这个研究中，所谓这个学生的短期报酬，不是指他们喜欢玩电玩、偷懒追剧、到处玩乐这种情况哦。
这里注重短期报酬的学生指的是他们将焦点放在期末考有没有考好，能不能毕业，跟身边的朋友关系如何维持这类眼前的关卡。但注重长期目标的学生，他们聚焦的是在未来的职业，或者是对于未来家庭的想象，未来的社会地位等等。这个实验不是要来说活在当下比较好，还是放眼未来比较好，这两派的说法我相信都各有支持者，而是我们可以去来看这两组学生后来有没有清晰的知道自己的方向，然后走到理想的人生。结果很显然的，注重长期目标，也就是意志力充足的学生组，他们对于自己的未来人生比较满意。那么在生活中我们要怎么善用意志力呢？就像刚刚说的，意志力有限，容易耗损，没事千万不要大量使用它。不要想说你要同时节食、运动、努力工作，顺便戒烟和戒酒，最好还来学投资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你的意志力会负担过重，最后功亏一篑。列新年新计划的时候也是，如果清单太长，你的意志力肯定会没办法搞定，接着你就会拥有巨人般的计划，侏儒般的执行力。所以列目标的时候，一次请不要超过3个，以及当你要列出计划的时候，请选在意志力需求量比较低的时候。假如你现在焦头烂额的准备离职要找新工作，正好又面临分手，这个时候你还想来个什么人生翻盘新计划，那这个计划有可能会变得很鸟，而且不切实际。刚刚说的是节省意志力用量的方法，那有些人会问说，假如我意志力天生就比较薄弱，有办法让自己像是直接换一台全新手机一样，不用刻意去省什么意志力电量，直接让电量变得又薄又强吗？书里有说到，意志力就像肌肉一样，它可以耗损，也可以锻炼。如果你平常都不运动，一开始叫你爬个楼梯，的确会有点耗损肌肉。但如果当锻炼变成了日常，那就是在维持甚至增进肌耐力、肌肉量的一个过程。意志力也是一样，当你长期透过养成良好的习惯进行锻炼，可以启动自动心理过程，提高自我控制，提升意志力。魔术师兼特技演员大卫·布莱恩，大家应该都有听过。他曾表演在大型装水的玻璃箱内憋气17分钟，创下了世界纪录。他这样说，憋气这个训练他平常就有在做，他透过日常的重复训练，不断增强自己的意志力，并且让身体习惯二氧化碳造成的痛楚。当然我们不用去憋气当什么特技演员，那针对我们这些普通人呢，有一些日常锻炼可以这样开始。它会是有一点小小痛苦，但绝对不会造成太大负担的练习。那我从书中截取4个重点整理给大家。首先第一个，从挺胸坐好开始，改变驼背的懒散习惯。这个是不是超简单的？如果这个你本来就会做到，那你可以试着第2个方法，改变你日常的习惯。例如可以强迫你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非惯用手，比如去用非惯用手拿杯子或刷牙，进行一些你有一点不习惯但还算简单的事。甚至也可以改变你回家的路线，故意走那条你不熟悉的路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稍微改变一下你熟悉惯性的行为。这个时刻你是在练习如何自我控制。第3个，改变说话的习惯。你可以有意识的去提醒自己去戒掉口头禅，或者是语速放慢，让句子更完整等等。第4个，维持你周边环境的干净，或者是工作桌面的干净。除了生活小习惯，外在同侪的认可也会有助于维持意志力。去参加新生命教会、戒酒会之类比较正面形象的团体，可以戒除某些不好的习惯，这个大家应该都会举双手赞同。但其实有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这样的哦，你可能不知道，那些第一次去触碰毒品的少年们，其实也在耗损他的意志力，因为他需要去克服自己第一次接触毒品的恐惧。但因为这个时候获得同侪的认可很重要，所以他把意志力发挥在这个负面的地方。我们就会知道群体的力量其实会激发你的意志力，因此去选择
择跟你未来理想人生相符合的群体，或者是跟价值观相近的朋友交往，这个有助于增强你的自我控制。从刚刚到现在讲的意志力都比较被运用在如何跟人性惰性相抗衡，但现在我要谈的概念更像是一种意志力的内化，这个我认为有一点抽象啦，大家稍微理解一下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你可能人生中会遇到一种人，他天生就散发着偶像的光芒，你会觉得他超有意志力，他超自律。可是你问他，他会告诉你，我没有用什么方法在刻意节制什么欲望，因为他的信念就是我天生就是这样的人，这些欲望对我来说不是欲望。我们可以发现，有宗教信仰的人比较容易达到这种境界。然后呢，研究有发现，这样的人在思考问题时更倾向专注在高层次的思维，也比较容易舍弃尽力，转而去关注比较远大甚至比较无私的目标。什么是高层次思维？书里有一个举例还蛮不错的，我分享一下。低层次的思维呢，比较具体，比较狭隘。如果用问句来比喻，就是思考着如何。举例来说，人如何获得快乐？这个时候你在心里问你自己这个问题，然后有可能会有一些答案，比如说财富自由啊，顺利升迁啊，婚姻美满啊，这些都是如何获得快乐的答案。那高层次思维就更广泛抽象一点，用问句来比喻，就是思考着为什么。举例来说，人为什么要快乐？当你问你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猜你这个时候会有点宕机，但你想一想也可能会说出，因为人快乐能够感染他人，感染世界，因为人快乐的时候感觉会比较好之类的答案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不想不断克制或压抑欲望，而是希望让意志力内化，如影随形，让自律成为你自然而然的一部分，那这跟你有没有高层次的思维有一点关系。我觉得这个说法跟心理学上所谓的内在动机跟外在动机有一点相关，我也曾经有介绍过相关主题的书籍，等一下我也会放在影片的最后，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。然后最后是我的结语时间，来提一下书里有一个部分算是有点颠覆我的观念，这个是关于如何做计划的一点小建议。他有说到，当你在进行一些规划跟计划的时候，如果其中有一些你认为很无聊很机械式的事项，最好抓出这个事项需要花你多少时间，然后把控在这个时间内把它完成，而不是想说我要提早做或者是慢慢做，因为你有很大的可能会进行拖延，耗掉很多的时间。比如说出国整理行李好了，你不要想说我很早就开始整理，我慢慢弄，这样代表我做事很提前，习惯很好，但其实这个慢慢弄的做法会耗掉你超级多的时间。因为我本身是一个碎片时间的爱好者，所以基本上我就是会进行这种事的人。但我发现书里这个说法其实更有道理，他有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抓住这项无聊工作的具体时间。如果你知道整理行李会花掉你1个小时，那就把它安排在出门前1个小时做完它，而在此之前的更多时间你应该留给你认为最重要的事。今天的说书时间就到这里啦，喜欢影片的人记得帮我按赞、留言加订阅。我是阿令，淑女养成记，我们下次见。